边都是后巷。对了，这边都这一排都是车库啊。车道两旁车库并排相连，原本是用来停车，但新公用是用来住人。最近几年温哥华的住房比较紧张，价格也上涨很多，所以政府就出了这个可以建一个独立的后巷屋这个政策。这种从车库改建的房子，由于面对后巷，被称作 Laneway House 后巷屋，接在主屋后面，不能单独贩售，只租不卖。这是主屋，这边差不多4500多尺。基本上呢，它这里是客厅啊、厨房，然后你走到这块地的后面呢，后面有一个巷子，可以让你车子可以经过。然后以前这里可能是一个车库，但是现在呢，它变成看还有一个额外可以建第2个房子。通常就是门一进来，然后会有个开阔的客厅，加上厨房。旁边像我们今天来的，它有一个房间，第一层有一个房间。去楼上2楼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个房间加上卫生间，总共就是2房2卫1厅。景观安全考量，加盖的后巷屋规定严格，不仅楼高不能超过主屋。主屋跟后巷加起来的容积率也不能超过整体建地70%。大部分我看到的后巷屋都是，他们做的差不多1000尺，然后旁边车子就停外面。那他们这一次的概念，因为这块地比较宽也比较大，所以他们有批下来，就是说，这边是一个车库，然后这里是可以住的地方。后巷屋租金通常能比一般住宅便宜1到2成。不仅能减轻房客负担，对屋主来说也能增加额外收入。越来越多人都给我们打电话咨询啊，关于这个后巷屋的建造啊、成本啊、时间各方面的东西。这边有2房1厅，估计租金也能有个3000多块钱租金，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mortgage helper 或者是一个额外的收入啊。有些人会考虑用来自住，比如说年纪大啦、老人家或者小朋友，他多一个2房1厅的空间来住，比起以前那个车库只能放车，它功能性多很多。地方政府把主意打到车库上头，就是因为加拿大地广人稀，人口却过度集中。中央移民政策持续宽松，僧多粥少的情况下，不得不想办法挤空间。毕竟我们是个移民国家，所以我个人认为政府一定得开放移民。那现在就是开放每年40几万人进来，那40几万人加上比如说20几万的学生 visa， 然后又加上可能20几万的难民，90几万的人进来，那我们的房子的需求量可能不够。去年到现在利率高了很多，那利率高，市场会变慢，没有错，我们还是很忙，因为没有办法，需要的人还是需要。捷运站外加完备的休闲生活机能，这里是距离温哥华市中心车程约半小时的郊区，现已成为房市新战场。为第1期、第2期、第2期之后对。这栋楼的结构通常都是小户型，就是我们的1房跟套房都是在中间，那旁边的话呢都是2房跟3房。只是能不能买到房比财力，年轻一辈口袋不够深，往往只能望房兴叹。And how long have you been saving for to buy the house? I would say for more than 5 years. My budget for a 1-bedroom, 1-den, it's about $500 to $600K. I know that we live in one of the most expensive cities in the world, and I believe it takes a lot of financial control as well as independence in order to own a home. Either that or you kind of have to rely on your support from your parents, support from your guardians and things like that to kind of get the first step, get the first down payment in. 居住正义在温哥华同样是难解习题。既定建案鼓励改装车库，增加空间；新建案公权力也找到见缝插针的机会。现在很多年轻人就算是租房也找不到房子，
所以政府有特别的政策，在一些城市里面，像我们这些大城市，就变成说，如果你要建一栋楼的话，它会有20%开发商不可以卖，就是一定要留出来，然后保持是出租的单位。这次就是建在这边旁边。还有这边后面，那这些的话，开发商先建出一个空的样子给我们看，地理位置会在哪里？那基本上这些的话，我们的客人是不可以买的。一栋栋建案拔地而起，温哥华房市持续发烧。在移民天堂，无论先来后到，每个人都期盼拥有自己的一方天地。